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Awesome 第一眼，我是肥杰。今天咱们来看一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鞋子 ，Nike SB Dunk 哈比比。这双鞋最近的关注度属实是挺高的，而且大家对它呢也是好评不断。想必各位呢也应该都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图片了。上周呢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发售，但是呢据我们了解，这双鞋子的发售量呢还是相对而言很小的，所以我们特地的找来了这双实物，一起来带大家看一看这双充满了细节的佳作。在仔细看鞋子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联名的单位吧。它是一家来自于阿联酋迪拜的滑板店铺，名字叫做 Frame Skate Shop。创始人呢是一位叫做 Peter An 的年轻人啊。他在2017年建立了这个滑板店铺，发展到今天呢，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滑板店铺了，它还融合了买手店、咖啡厅，甚至餐厅的属性。Frame 挑选了世界各地的时尚潮流街头品牌进店，比如在店里你能买到 CDG、Junya Watanabe、Engineered Garments、Brain Dead、Nana Mika 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是为阿拉伯世界喜欢这些文化的年轻人打造了一个可以聚在一起聊共同话题的地方。当然呢 ，Peter 也自己认为Frame 最重要的内核还是滑板，所以 Frame 在这次发售这双鞋的时候呢，特地在官网设计了一款滑板小游戏。你想要参与这双鞋子的抽签呢，那么首先要体验这款滑板小游戏。当然，如果你不想抽签，也是可以玩的，而且呢，你可以不断的玩刷新自己的最高分。即使现在你登录 Frame 的官网，也依然可以玩这款游戏。有趣的是呢，在这款游戏中隐藏了很多和 Frame 店铺有关的细节比如在吃午饭的店员呢，拿着哈比比这双鞋的创始人呢，迪拜滑板的年轻人等等。其实提起阿拉伯国家或者迪拜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和滑板好像搭不上关系，感觉呢两者都很陌生。其实确实是这样。阿拉伯国家的滑板文化发展相对而言呢，不如欧美或者日本这样的国家，这主要呢和当地的气候有关。Frame 的主理人 Peter 也说过，在迪拜推广滑板文化非常的难，因为你难以想象在摄氏45度的气温下滑板是什么感觉。我记得当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呢，气温一旦超过40度，就有人开始在王府井步行街表演用地砖煎鸡蛋了。所以可见滑起板来确实是有些遭罪的。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看鞋子。可能因为这双鞋子的外观上看呢，红白黑的配色让很多人联想起 Air Jordan 1芝加哥配色，所以呢，有人给这双鞋子起了一个花名，叫做双沟芝加哥。固然呢，起这些花名呢是比较好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了解清楚究竟这双鞋的配色和细节的深意的。其实鞋身上面这些红白黑绿这4个主要颜色呢，是来自于阿联酋的国旗的颜色。Frame 所在的城市迪拜呢，是阿联酋人口最多、发展最好的经济中心。那么采用这个配色呢，无疑是致敬自己的文化根基。而且作为阿拉伯世界国家第一家与 Nike SB 合作的店铺 ，Frame 的这个选择也是很聪明的。这双鞋子的名字呢，被命名为了哈比比，这其实是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的发音，可以把它译为爱，或者说所爱的。这既象征着 Frame 的大家对于自己这片土地的爱，也代表了他们对于滑板运动和文化的热爱。细节上呢，最吸引人的毋庸置疑就是双 swoosh 的设计。稍大一些的 swoosh 用的是黑色的皮革材质，而压在里面的稍小一些的呢，则使用了绿色的灯芯绒材质。官方的解释是说，这2个 swoosh 叠在一起象征着爱。我个人觉得之所以选择皮革和灯芯绒这2种完全不同的面料材质，某种程度上也是象征着不同种族的人聚在迪拜和谐共处的感觉。毕竟迪拜除了本土的阿拉伯人之外呢，还有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移民。除了双 swoosh 呢，这双鞋子还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双鞋舌的设计。能够看到一黑一白2个鞋舌叠在一起，这个呢是象征着阿拉伯国家的男人和女人，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在阿拉伯国家呢，男性传统的服饰是白袍，而女性的传统服饰呢是黑纱。仔细拿在手里，你去摸一下，感受这2个鞋舌，能够感觉到材质上是有区别的。黑色的鞋舌呢相对更厚实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 Dunk 原本的鞋舌的感觉，而白色的这一条鞋舌呢则相对薄一些。其实你仔细的研究一下就能够发现，外面的这一层鞋舌其实是可以拆掉的，只要你把鞋带彻底的解开，那么这个白色鞋舌就可以拿下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一双鞋你可以2个鞋舌套在一起穿，你同样可以把白色的鞋舌拿下去，只保留黑色的鞋舌。鞋舌标上面呢还印着2个不同的图案，黑色的鞋舌上呢印着珍珠和贝壳的图案，白色的上面呢则印着一个鹰隼的图案。这2个呢其实是古老阿拉伯人谋生的2种方式，分别是下海采珍珠和放鹰狩猎。同时呢，鞋舌的内侧还有细节，黑色的内侧呢绣上了哈比比，而白色的内侧呢则绣上了 Frame。后来我在搜集官方的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双鞋的设计过程中曾经有4版 sample， 其中早期的 sample 呢是只有黑色鞋舌的，并且呢他们是将鞋舌标钉在了鞋子的外侧。
这双哈比比不仅在鞋舌的细节致敬了阿拉伯的劳动人民，鞋身中间这一处网格面的复合织物材质呢，其实也是在喻指古老的劳作方式。早年这个地区的人们呢，会用手编织渔网，在港口呢都堆满了这种渔网，所以可见在发现石油之前阿拉伯人民的生活还是很淳朴的。鞋身的材质呢，除了这一处网格的复合材质之外呢，其他地方都选用了皮革红色的部分呢，使用的是光面皮革，在前掌这个位置和后跟这一块呢，使用的则是质感更好的荔枝纹路的皮革。鞋带也是整双鞋非常吸引眼球的部分了。熟悉 Dunk 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大部分 Dunk 的鞋款呢，它的鞋带都是圆鞋带。这一次呢，不仅换成了扁的鞋带，而且呢，还使用了如此花哨的一个花纹。其实这个花纹呢，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非常有传统代表性的 Shmag 围巾。这个呢，是在阿拉伯地区非常常见的用来遮挡风沙的日用品。单纯的这么用嘴说，你很难理解这个围巾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时候我拿出这么一条围巾，并且把它戴在头上，请来一个模特帮我们把这个围巾戴上。这个东西呢，是用来压住这个围巾在头上的。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 Agel， 不是 Agel， 不是 Agel， 是 Agel。这一次Frame 有心了，他们将这个鞋带的鞋带头也设计成了黑色的。这个黑色的呢，其实就是在致敬固定的配件 Agel。这种围巾呢，其实有很多颜色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红色的之外呢，它还会生产黑色、沙色或者军绿色等等。所以这一次呢，跟着鞋子一起呢，附赠的除了这个红色的鞋带之外，还有一个黑色的，防止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图案的花纹太过于花哨。所以呢 ，Frame 还很贴心的给大家附赠了一黑一白两款常规的圆鞋带，供大家搭配。这双鞋子的鞋垫呢，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个看起来对称的图案呢，很像一种咱们中式的这种老式的窗格。后来我查了一下，其实呢，这个图案代表的是一个喷泉位于迪拜的 Union Square 的 Memorial Fountain。它呢，其实算是迪拜当地滑板爱好者们最开始聚集练习滑板的地方。所以呢，在鞋垫上面做这个图案呢，就代表的是那个喷泉所在地，也算是致敬这个城市滑板的起源。同时呢，在鞋垫上面还印上了 Nike SB 和 Frame 双方的 logo， 并且在排列的顺序上还做了特殊的布置。也就是说呢，当你从一只脚看进去的时候呢，它里面是 Nike SB 的 logo， 而从另一只脚看进去呢，就会是 Frame 的 logo。这双鞋子外底的生胶底呢，也不是随便选的。虽然 Dunk 的鞋款有不少都会使用生胶底，但是这一次之所以用生胶底呢，是因为阿联酋作为沙漠中的国家，这个颜色是象征着鞋子踩在沙漠里的样子。这一次呢，比较可惜，我们拿到的鞋盒呢是市售版的鞋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但是其实呢，这一双鞋是有一套特殊鞋盒的，它们是一个全白色的鞋盒，在上面印满了那种八角形的图案，正面呢是亮金色的 Nike SB logo， 将 Nike 换成了 Frame。同时呢，鞋盒里面还附赠了一张卡片，写有关于这双鞋的设计细节，就是我们上面刚才介绍的那些。防尘纸呢，也和鞋盒一样，做成了同样的图案。不仅呢有特殊鞋盒，为了这一次联名 ，Frame 还使用了中东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了一块地毯，十分的精致。OK， 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第一眼的全部内容了。虽然鞋子不太好买，但是背后的故事呢还是值得了解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感觉我一戴上这个围巾，整个人的身价都起来了，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围巾这个风沙大的时候可以把风沙挡一下。